欢迎，这次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个您特别关注的问题，而且我看您分享过来的这些资料，几篇文章、一些论坛讨论的笔记，还有一篇关于学习策略的研究摘要，好像都指向了同一个让很多中文学习者都挺头疼的现象，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能听懂别人说什么，但轮到自己开口就感觉舌头打了结儿，话在嘴边就是表达不出来。是啊，感觉就像大脑里的信息高速公路，那个进口特顺畅，出口却堵得厉害，挺让人着急的，对吧？您在一篇笔记里提到那种明明懂了却回应不上来的挫败感，我觉得特别有共鸣。确实是这样。这种被动理解能力和这个主动表达能力之间的差距，几乎是所有语言学习者在某个阶段都会碰到的一个坎儿。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您收集的这些材料，你看从不同角度认识科学、学习方法，甚至还有学习者心理，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一起来梳理梳理这些材料里的精华，看看他们是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的，又提供了哪些可能突破这个瓶颈的线索。好的，那我们就要不先从您那篇关于信息处理速度的文章入手。他好像点出了第一个关键障碍，就是理解了，但大脑反应跟不上。您是不是也经常感觉就是听懂对方可能就一瞬间的事儿，但要构思然后说出回应，就好像得启动一个慢动作程序似的。完全正确。您分享的那篇认知语言学短文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他说听懂是模式识别，就是大脑很快的匹配那个输入的声音和你已经有的知识库，而说话呢是主动建构，这个过程就需要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了。具体来说哈，听懂主要就是解码声音信号，然后激活相关的词汇啊、语法知识啊，理解意思就行了。但轮到你说话，这个流程就复杂多了。你得先想好，我要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呢，在那个庞大的心理词库里去找最合适的词。关键是不光要认识，还得能主动想起来。接着还得按照中文的语法规则，把这些词，排兵布阵，组成一个逻辑清晰的句子。最后还要协调你的发声器官，把这个句子，比较流畅正确的说出来。这中间你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和处理能力。所以那篇文章强调的那个时制，就是 time lag， 非常有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卡壳，真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大脑在那种高速运转的对话里，处理信息、检索词汇、组织句子的速度暂时掉链子了。哦，这个模式识别和主动建构的比喻我记住了，确实很形象。就好比看懂一张设计图纸和自己动手照着图纸造个东西出来，那后者肯定需要更多步骤和技巧。那么，沿着这个思路，您分享的那些论坛讨论笔记里，大家普遍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真实的口语练习。好多人提到自己看中文剧、听播客的时间特别多，但是呢，真正开口说的机会却少得可怜。输入远远大于输出，这个好像也是您材料里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对，是的，是的，这一点在您整理的那几段学习者论坛的讨论精华里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不少人分享说，每天好像浸泡在中文环境里好几个小时，但大多数时候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语言学习，尤其是口语，它本质上跟学游泳、学骑自行车一样，是一种技能 skill， 光靠看理论、听讲解是远远不够的。您不能说，指望只看奥林匹克跳水比赛就能掌握那个入水技巧，对吧？口语能力的提升，核心就在于用。我看您材料里也汇总了一些大家推荐的方法，比如说，有几位学习者就强烈推荐加入线上的口语角，或者找固定的语伴，那么每周就1-2次，强制自己开口。还有人提到用一些模拟对话的 app， 虽然可能有点模式化，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压力比较小的练习环境。其中您特别标注了一个大家讨论的挺热烈的技巧——引子跟读 shadowing。
对对，引子跟读这个我印象很深，您笔记里好几个人都说挺有效的。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像个引子一样，紧紧地跟着一段母语者的录音进行模仿朗读，几乎是同步的。重点不仅仅是模仿那个内容，更要努力去模仿它的发音、语调的起伏、说话的节奏，甚至是一些语气。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它强迫你非常专注地去听，并且要立刻尝试输出，这就能有效地训练你的口腔肌肉、语感还有流利度。当然了，您材料里也有人提醒，就是引子跟读需要选对合适的材料，而且得持之恒行才行。但关键在于，无论用哪种方法，核心目标都是要打破那种纯输入的局面，要有意识的、高频率的增加主动输出的机会，让口语从旁观变成参与。增加输出频率确实是关键，但另一个痛点就来了，这也是您分享的那份学习者常见困难总结里排得挺靠前的一项，就是需要用的时候想不起词。这个情况太普遍了。听的时候吧，那个词明明认识，甚至觉得挺熟悉的，哦，是这个意思。但是轮到自己想表达类似意思的时候，它就像跟你捉迷藏一样，怎么也蹦不出来。或者就算勉强想起来了，也不太确定那个声调对不对，或者用在这里合不合适，简直就是最熟悉的陌生词。没错，没错，这在您提供的那份关于记忆与提取的研究摘要里有专门的解释，它称之为提取失败 （retrieval failure）。它解释说，信息其实已经存在你的长期记忆里了。你看，你听到时能认出来，这就是正记 （recognition）。但是呢，在你需要主动的、无任何提示的把它从记忆库里捞出来用的时候，也就是 recall 的时候，那个提取的线索可能不够强，或者说通路不太通畅。这就好比，你知道图书馆里肯定有这本书，但就是找不到它在哪个架子上。那份摘要里提到了几个我觉得很有针对性的策略，目的就是强化从被动认识到主动使用的这条神经通路。比如，他强调了深度加工 （deep processing） 的重要性，建议不要只满足于听懂，而要尝试用自己的话去复述 （retelling） 听到的信息，或者做意义练习 （paraphrasing），就是用不同的句式和词汇表达同一个核心意思。用自己的话复述，或者换种说法，这听起来，确实比单纯记住一个词的意思要更进一步了哈。是的。因为它强迫你主动去调取和组织语言。摘要里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沟通策略 （communication strategy）， 叫做迂回表达 （circumlocution） 或者叫替代 （substitution）。简单说，就是当你蒙地想不起那个最精准的词的时候，别卡在那儿干着急，而是尝试用你已经掌握的其他词语去描述它的特征呀、功能啊，或者用一个意思相近的、你更有把握的词来替代。比如说，你想不起冰箱这个词，你可以说那个让食物保持冷的那个大家伙。这样做不仅能让你把沟通继续下去，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成功的迂回或者替代，都在锻炼你灵活运用已有知识解决表达困难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口语技能。这个迂回表达的策略我得记下来，感觉既能救急，还能变相练习。不过，除了这些技巧层面的问题，您分享的材料，特别是那几段学习者访谈记录，还揭示了一个感觉是巨大的障碍，就是心理因素。好多人反映，其实自己不是完全说不出，词汇量、语法知识也积累了一些，但就是不敢说，怕发音不标准丢人，怕语法出错被笑话，怕说的磕磕巴巴显得很笨拙。这种想说又不敢说的心理包袱，好像在您的材料里占了不小的比重。非常重。您那几份访谈记录里，几乎每一位比较高级的学习者，在回顾自己早期阶段的时候，都提到了害怕犯错这个心理关儿。焦虑、缺乏自信、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这些负面情绪，它会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在你开口之前就把很多话给拦回去了，直接就抑制了语言的自然流淌。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您材料中反复在探讨的问题，就是我们学习语言，尤其是初期和中期，是更应该追求完美无误呢，还是更应该追求有效沟通？
那篇题为“打破坚冰”的学习心得文章，我看你也标注了重点，作者的观点就非常鲜明，沟通是第一位的。文章鼓励学习者调整心态，把犯错看作是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学费。没有人能一步到位就说得像母语者那么完美，关键是建立起我要表达，我要让你明白的这种意愿和勇气。先把意思传递出去，哪怕句子不太完美，词语不太精准，然后在沟通的过程中，通过对方的反馈或者自己后续的反思，再去修正和提高。说得真好，沟通是第一位的。这让我想起您分享的一位学习者的访谈，他说自己真正的突破就是从不怕丢脸开始的。不过，这里好像有个微妙的平衡点。另一份材料好像是一篇教学方法的文章，又提到过度放任错误也不太好，可能会导致那个语言石化 fossilization。那么，根据您手头的这些资料，我们应该怎么在勇于开口和注意准确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您材料里其实也隐约给出了线索，关键可能在于时机和方式。在初期，打破坚冰，鼓励开口，建立信心，这肯定是首要任务。这时候对错误的容忍度可以高一些，重点是说出来。但随着流利度的提高，就需要有意识的去关注准确性了。您那篇教学方法的文章就建议，可以通过自我 monitoring、self-monitoring， 比如说录下自己的发言，回头听听找问题，或者寻求有针对性的反馈 targeted feedback， 比如请语伴或者老师在你练习之后指出一两个最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不是全盘否定你。这样呢，既不会因为害怕犯错而不敢说，也不会因为盲目自信而忽视了提高的空间。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说得多，信心增加，发现问题，针对性改进，说得更好，更有信心。我明白了，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这确实更符合学习的规律。最后一个方面，我看您整合的材料里有一部分是关于学习策略本身的讨论，特别指出了听说技能发展不平衡的这个问题。很多学习者，包括我自己可能也有点，会下意识地觉得听多了自然就会说了，于是就投入大量时间去看剧、听新闻，觉得这是在磨耳朵，但相对就忽略了要同步进行口语输出的练习。结果呢，听力可能蹭蹭往上涨，但口语还是在原地踏步，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对，您结得非常到位。这种不平衡在很多，特别是自学者的路径中尤其常见。理想状态下，听和说它应该是两条腿走路，相互支撑，共同前进的。输入就是听和读，它为输出，也就是说和写，提供了语言素材、模仿的范本和知识储备。而输出呢，反过来用了检验你对输入的理解程度，暴露你的知识盲区和薄弱环节，并且通过实际运用，能加深对语言规则的理解和记忆。您分享的那篇关于整合式学习法的博文，就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练习闭环：先听一段材料，然后尝试模仿或者是复述其中的关键句子，再用自己的话概括这段材料的核心内容。最后呢，基于这个话题，尝试进行简短的评论或者对话 （short discussion commentary）。您看，这个流程就把被动的听到主动的模仿，再到理解内化之后的概括，最后到创造性的表达，紧密地串联起来了。这样练习，听力输入就能更有效地转化为口语输出能力。而且，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您材料中提到的其他问题联系起来看，比如反应速度慢、词汇提取难，这种整合练习也能同时锻炼这些能力。这么一梳理，感觉清晰多了。看来听得懂说不出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涉及到我们大脑处理语言的速度，我们实际开口练习的量和质，我们从记忆库里提取词汇的效率，还有我们的心理状态是不是放松自信，以及我们是否采取了能促进听说平衡发展的学习策略。您收集和分享的这些材料，从不同侧面共同描绘了这幅挺复杂的图景。
那么这一切对您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对我而言，这些材料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我觉得有2点。第一，如果您正面临这个挑战，请务必认识到这极其普遍，几乎是语言学习的必经阶段。您绝非个例，所以不必因此过度焦虑或者自我否定。您分享的那些论坛讨论和访谈记录，就是最好的证明。第二，也是更积极的一面，这个问题并非无解。您所汇集的这些文章、笔记和研究，它们都指向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改进方向。核心就在于要清晰地认识到，从听懂到会说之间，它存在一个需要我们主动、刻意去弥合的鸿沟。这个弥合的过程，就需要我们创造并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有意义的输出练习，而不是被动输入。2，掌握一些促进知识活化的技巧，比如刚才说的复述、意义、迂回表达。3，积极调整心态，拥抱不完美，把犯错看作学习的燃料而不是障碍。4，有意识的平衡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的投入，采用这种整合式的学习方法。您提供的这些材料本身其实已经蕴含了这些解决方案。好的，那这次围绕您提供的这些精彩材料，关于如何攻克中文学习中听得懂说不出这个难题的探讨，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希望刚才我们一起梳理和分析这些材料的过程，能为您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下一步行动的思路。是的，作为结束前的一点思考留给您吧，不妨回顾一下您材料中提到的那些让您感到卡壳的具体情景。比如，您笔记里好像提到过一次，在讨论稍微复杂一点的工作话题时，感到有点吃力。那么，试着这周就针对这个痛点，给自己设定一个微小的行动目标。比如说，提前准备一小段关于那个工作话题的中文观点陈述，哪怕只是自己对着镜子说说，或者录下来自己听听。或者，下次遇到类似讨论时，尝试运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迂回表达策略，哪怕只成功用上一次。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个具体的、可控的小小突破，最终会汇集成流利表达的江河。感谢您的参与和分享，请继续保持这份探索的热情，加油！